经过装潢这个牌坊，前面就是花米装潢。哇，这个农村的猫迈着6000多人的步子。我看到这个田里面啊，全部都是蚕豆。这样就走进了一个村庄啊，在村屋门前经过。好奇心驱使着我到花田之间的小路上来骑行一下。哇，这还是很壮观的。嗨，大家好！刚刚从我身后的装潢中街出来了，刚结束在装潢老街的行程。现在呢，我在这边看到一家店，这是中间每两8块，1两有4只，就是你8块钱有4只。这边买点吃。我买4只吧，4只1两。这生煎。好。好，谢谢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在门口坐下就好了。有凳子吗？有。凳子可以坐的啊。好。吃了1两的生煎包，味道还挺好的，经济实惠，一共才花了8块钱。现在呢，我正式告别装潢老街，从这条一心路由北向南呢，在骑行干啊，我相信也就是几公里路吧，就可以去到装潢的叫花田这个地方。这边呢，其实就是农村的这种观光区，可能现在正好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，很多人到那边去打卡。那我呢，也入乡随俗，就去到那边去看看吧。虽然这样会增加我几公里，来回6、7公里的距离，但我觉得难得来一趟，我们还是趁这走走。现在我驶过南平公路，前面呢就变成了庄园公路了。这条路我记得以前是走过的，大概2点几公里就可以到花米装潢了。然后这名字我看了看，应该我说错了，应该叫花米装潢。这个右侧也建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居住区了。这条马路也搞得不错啊，它自诩为千年古韵、千年名镇。骑过彭庄路，
自行车上下脱手，上车推行。里面有一个可以上桥的推行的道路吗？看来被他误导了，这边并没有上去的路。经过装潢这个牌坊，前面就是花里装潢，算是一个景区了。这个右侧就是菜花节，好像要买票的吗？现在我在庄良路上面经过。这个地方呢，以前来过很多次的。其实这是一些农村的地带，种了很多庄稼。到了春天呢，就会种很多油菜花，让大家来观赏啊，还有收一些门票。这个跟广州那边上次看那个黄花风铃木一样，农村地带呢，还有是找一些项目。我现在才看到这是梨园啊，这些都是梨花而不是桃花。你看啊，这个右侧这些梨树，他们有人在那里打理的。建设塘桥，这条是庄良路。我们来看看这条小河浜，你看啊，这些河里的鸭子应该都是饲养的吧？你看这个河边就有很多野生的油菜花，还有很多应该也是野生的蚕豆，感觉好像还不错。所以我就想着干脆沿条小路骑下去看看啊。又用完了一块电池，然后我们换了电池以后啊，就从这边走路到花米庄行里面随意的走走，然后呢打算就回去了啊。今天骑的已经路有点多了。
现在呢，我转到的这条叫潘店路往东方向去的，这条路建得不错。这边你看啊，梨园，同时也是养鸡场，也可以卖土鸡蛋。这里有一些农庄型的酒店。在这种生活地方闲逛呢，有时也会更新一些知识，学到一些东西。你比方说，这个马路两边啊，这种粉粉的，应该是偏白的花。一开始我以为是桃花，但并不是，都是梨花，而且种了很多这种梨树。我相信呢，这个梨作为一个受大欢迎的水果，应该是卖钱的。而这些树林里面啊，草丛之间呢，就是放养了很多的家禽。这家禽呢能下蛋，那这本身呢也是走地鸡啊，所以呢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家禽，所以也一样是可以卖钱的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挺好的啊。哇，这个农村的猫卖着6000多元的布子。这已经到了潘店中心路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拐弯了吧。我突然发现我的码表出了问题了啊！其实早就不止这个26公里了，因为它一直停在那里了。刚刚有一段没记录到，现在又开始动了，无所谓，就随意的记录一下，去看看大概骑了多少而已。我看到这个田里面啊，全部都是蚕豆。我来观察一下。看得出来啊，这些蚕豆应该是有人种的，但是这个蚕豆之间呢，真是杂草丛生啊。相信到时候收获蚕豆以后，应该会有一次生的翻耕，就是把这个土啊生翻一下啊。农产品地理标志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你看啊，这个左侧种的满满的都是梨树。哦，这油菜花都长到边上来了。
我知道南汇呢是出水蜜桃的，以前我们上面是买过，很好吃。看来奉贤这边应该是出梨的，这里全都是梨树。原来前面已经是此路不通了，这条路通了。水蜜桃专业。就这里除了梨，应该也种水蜜桃吧。我看很多这些工人正在对这花进行人工授粉。我的理解应该这样的，这样才会有产量。光靠蜜蜂肯定是不行的。这应该是个农场啊，我骑到里面来转了一圈。现在从这个门出去，看看能不能回到大马路上呢？应该是可以的。看来很多人开车，就是为了看那个上海油菜花，才专门跑到这儿来的。我只要看到有人排队，就不大愿意进去凑这个热闹。到处去都是油菜花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准备从这边掉头拐到这个大桥上，刚刚就从这个大桥下来的。好，我觉得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行啊，乖乖的还是原路返回。现在呢，我刚刚我骑上这个桥，还需要经过庄行老镇，所以呢，我就回到庄行老镇之后，打算就结束今天在庄行这边的骑行拍摄了。后面的路呢，就是悠闲的骑回家去。下面是一条高速公路。高麻径这条小河。这条大道真的建得还是相当不错的，非常的开阔，绿化很好。
经过一座小的彩虹桥，那可就骑完了这条双良公路了。前面呢就要回到一心路，也就是要穿行庄行老街了。好，现在呢骑过南亭公路了，前面就是一心路，又回到了庄行老街，叫一心街。现在经过庄行老街门口啊，右侧就是庄行中街，左侧是西街，刚刚都去逛过了。又经过了庄行幼儿园。浦南运河，这条运河很宽，很漂亮啊。现在呢，我在罗庄路上由南向北骑行，这边呢就是回去的路了。有看到这些田野，还是感觉非常开心，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土地上啊，比较好看的风景。看来这边专门有种西红柿的种植户，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在叫卖西红柿了。又有人在那卖西红柿。这个好，这个不能吃的。好，现在再回到光明路上。刚刚经过过这巨潮港。朱泾桥，我说从这边顺着这条巨潮港边上来骑行。刚刚我好像就是从右侧那种田间的小路拐出来的，但我想着我直接走应该是可以吧。
好，我在这边看一下地图，看看能不能直接走。看了下地图啊，我觉得直接往前走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在这条小河边听到很多鸟声，这边呢就是一片油菜花啊，这应该是榨油的字。我突然想到，看到刚刚这棵树上，这是什么树啊？问了一下 AR， 他其实也没认出来，给我描写了一幅这个乡村的画卷，就算完事了。好，我们继续从这条路向前骑行。在这种乡间小道上随意的骑行，非常的舒心。不仅可以听到鸟叫，还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喜悦的回声。我觉得有时候到乡下来走走，远离一些世事的纷繁，然后也会让自己的心变得宁静。有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自我的世界，就像李健说的，追求自己的快乐是人生的根本。就最重要的是要做对自己有益的事。当然了，你人的价值就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得到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或者物质价值的同时呢，也更要满足自己的内心，这样才能走得远，对自己才有更大的意义。我是这么理解的。这条小道到了这边就拐弯了，那我们就顺势而为。西尾之路，这样就走进了一个村庄在村屋门前经过。这都是农民的房子，你看看门口停满了车。看着这种绿色的乡野，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春色无边的感觉呢？我刚刚似乎就是在这边停了一停了，从这边向右呢就是庄行路了。我刚刚是从左侧这边过来的，叫西京2路。
我不想走我刚刚来的那段烂路了，我看看能不能从这边直接骑到大马路上去。右侧应该是新修的农民的房子。小狗狗来了，这里有一片自留地。我看这个左侧田里面好像已经把走道给插上了，都是秧苗了。这边有个公交车站，然后就上来这个。这叫什么站？西尾山路站，双航2线的公交车。好，刚刚在一个公交车站的站子上稍微坐了休息了一会儿，现在我们继续出发。这条普卫公路还是蛮长的，它应该是从前面的宁浦三桥开始的，过了宁浦三桥，到了闵行的地方呢，就变成了昆阳路了。这边有洗手间，我们去利用一下吧。这边什么？马路村不忘初心教育馆，像是一个政府机构。在马路村呢，村口的一个洗手间利用一下，虽然简陋，但是很干净，没有什么异味。好，我们继续向着宁浦三桥方向前行。这一段呢，结束在宁浦三桥的桥顶上，大概还有几公里吧。右侧我看见了庄行镇马路村党情服务中心，这里就是马路村的行政中心。我看右侧有棚的，不知道种了啥，葡萄吗？右侧这边还是马路村，说明这个马路村还挺大的。
回程路上骑过大叶公路。经过北环路这个路边也有一大片的油菜花。看来油菜花和蚕豆一样，都是很好种的。这些可能都不用打理，撒一些籽进去就行。这边叫什么？奉贤庄行郊野农艺公园，还有索菲特传奇酒店。我已经看到对面高耸的桥柱了，这过去要不要2公里左右吧？这里面全部都有菜花，一整片黄色的，像个花海一样。到了这边呢，就好奇心驱使着我到花田之间的小路上来骑行一下。还是很壮观的。这里应该北岸于庄行那个花米庄行那边的油菜花吧，但这油菜花好像种的比较晚吧，没那么高。你看现在面对的就是一大片的油菜花田，很大片的，但他们可能种的比较晚了，这应该还不是收成的时候。对面也是的。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吗？有人推荐来这边吗？好，到花田之前来逛了一下，我们还是回到正道上，向着宁浦山桥骑行。
边一样写着非机动车及行人禁止上桥，所以呢我们还是如法炮制，就像今天过桥的时候那样，骑到桥底下去搭乘电梯上去，过了江以后呢再搭乘电梯下去，一上一下也省很多力了，否则你这么大坡要爬上去也挺累人的。在西闸公路这边等红灯，我们来看看啊，你看这个地方到处都种的油菜花啊，这有点不种白不种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顺着大桥骑过去。快要到桥下的电梯的时候，电池没了，现在用了一块备用电池。给你。人员。好，现在从电梯出来，骑过这座桥，然后到前面呢还要再去搭乘电梯下桥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啊。好了，现在呢就在黄浦江上了，那我们这一段就分享到此吧。刚刚从庄行还有花亭庄行那边过来了，还是非常愉快，春天农村的景色真美。那我们在这边先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